说到台南美食，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许多人的答案可能是牛肉汤，但台南明明还有一堆的道地小吃，为什么牛肉汤好像特别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南牛肉汤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不少人去美食之都台南带吃的清单可能都有牛肉汤。为了吃到牛肉汤，很多人呢都还会趁着个店家营业前就开始排队。今年初由 Light Day 举办的2024游台南最想吃的小吃线上票选活动，牛肉汤呢也夺下了第1名，票数更大幅的领先其他台南小吃。而且这股台南牛肉汤热潮呢，不只是台湾人在疯甚至也在国际上面引起了关注。从2022年呢到2023年，米其林指南的必比登推荐就陆续提名了4间的台南牛肉汤。美国 CNN 呢也在今年的1月将台南列为2024全球最佳旅游城市之一，还封台南为台湾街头美食之都。而文章当中呢也特别介绍2道在地美食，一个是蚵仔煎，另外一个就是牛肉汤。但其实牛肉汤严格来说呢不是传统美食，而是非常近代才出现的料理。那台南牛肉汤到底是哪来的？为何能够变成这么夯的台南代表小吃呢？而台南的在地人对于牛肉汤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喝咖啡吗？是不是在犹豫想买咖啡机呢？今天要介绍的好物是加乐提小天秤半自动意式咖啡机。小天秤不止价格亲民，外形时尚简约，功能还非常齐全。它有4大模式：研磨、萃取、单双份、奶泡，用触控呢就能够一键切换，不需要复杂的设定，在家就能够完成各种经典创意咖啡。而且小天秤的窄型设计，体积非常轻巧，好收纳，不占空间。另外，刀盘喷嘴等等的零件也可以拆卸清洗，超级方便。现在小天秤已经在嘖嘖正式发售，加购大全配方案，还能够拥有豪华的进阶配件组。有兴趣的朋友，马上点击资讯的连结，把握限量早鸟优惠吧。台南牛肉汤最大的特色之一呢，是使用温体牛肉。由于台南呢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善化屠宰场，所以台南的餐厅呢，往往能够很快就拿到当天现宰直送的新鲜牛肉。而一些美食评论表示，相较于冷藏或冷冻后的牛肉呢，新鲜的温体牛肉它的肉质更嫩，味道呢也更香甜。而为了趁鲜料理许多店家呢更会在一大清早拿到肉之后就开始营业。而在牛肉之外台南牛肉汤的另外一个关键元素是汤。汤头大致上面呢可以分成3大种类：牛大骨熬成的经典款、清爽的蔬果汤底，以及加入了中药材的药膳汤底。而每个店家的风味呢也都各有特色。那将新鲜的温体牛切成薄片，再以这个滚烫的汤头将肉片冲熟，牛肉汤就完成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店家如何精准的掌控这个肉片的厚薄度分量、汤头的温度，煮出一个熟度刚刚好的牛肉，也是一个饕客们津津乐道的一点。不过这样子的牛肉汤呢，在阿霞饭店或是阿美饭店等等很多台南的老字号餐馆的菜单上面呢，就常常找不到。甚至还有人说，牛肉汤其实不太算是传统美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历史学者认为，台南牛肉汤并不是真正的传统美食，而是所谓被发明的传统。意思是说，它并不是历史悠久、约定俗成的那种传统，而是比较近代才被塑造出来的传统。学者也进一步的解释大多我们熟知的台南传统小吃，比如像虱目鱼粥担仔面或者是这个蛙粿等等，几乎都在和治、明清时期就随着这个殖民跟移民文化发展出来，是累积了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小吃。但是台南牛肉汤历史可能连100年都不到。虽然牛肉汤起源众说纷纭，恐怕已经不可考了，但有研究指出，由于台湾过去是传统农业社会，在农耕祭祀的关系之下，以前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不吃牛肉，更别提流行喝牛肉汤了。是一直到日治时期，政府推行西化政策，台湾才渐渐有更多人开始吃牛肉。而到了1940年代前后的日治末期，台南也才出现了历史记载的第1家牛肉汤店。而在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后呢，随着台湾经济转向的工商业发展，渐渐不再需要用牛来耕地之后呢，台湾不吃牛的风气也进一步的消退，交易牛只的牛墟渐渐的废除，台南善化的牛墟呢，后来就变成了单纯的屠宰场跟市集。那随着这种社会的变迁，牛肉汤店也就越来越多间了。牛肉汤先是成为了许多台南工人做体力活前的早餐，或是妇女呢他们坐月子时的补品。然后大约在90年代中期，牛肉汤就在台南普及了开来。
不过这样子看下来呢，牛肉汤在台南普及到现在也不过是20-30年，那到底是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成了超夯的台南名产的呢？有分析指出，牛肉汤会变得这么夯，跟政府的大力行销有关。学者表示，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呢，牛肉汤开始在台南流行起来，而台南政府为了推广观光跟扶植当地的肉牛产业，就决定从2004年起举办1年1度的牛肉节。他们不仅召开了许多店家一起参与，让民众可以一口气品尝各家的新鲜牛肉汤跟牛肉料理，而且这场活动呢也会不断的强调清烫牛肉汤是台南独有的，来强化牛肉汤作为台南美食的印象。那除了政府的推广之外呢，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是牛肉汤爆红的一大关键。不仅仅是传统新闻的宣传曝光哦，随着后来社群媒体兴起，网络行销宣传的这个效果呢更是显著。那就有许多热爱台南牛肉汤的饕客会在网络上面大力的推广这道美食，像是脸书粉专我要征服台南牛肉汤，至今呢就已经撰写了300多间台南牛肉汤店的史记。再加上呢，还有很多的网红啊网友会在网络上面打卡分享，让台南牛肉汤一传十十传百，知名度快速的增长。这几年呢，又有国际美食指标米其林指南的必比登推荐加持哦，使得牛肉汤在国际之间的名气也渐渐的高涨，无形之中呢，也提升了牛肉汤在台南的代表性地位。不过在今年牛肉汤爆红之后呢，也出现了一派声音，认为台南有很多的牛肉汤店被捧过头了。网络上面时不时都会看到有网友会分享说，排队去喝了台南牛肉汤，却发现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喝，而感到很失望，认为牛肉汤被捧过头了。而在这些的意见底下呢，也常常看到台南网友会回应说，这是因为观光客排队去吃的牛肉汤名店都不是台南人心中真正好吃的牛肉汤店，反而变成是为了排队而吃的名店现象。不过也有些人认为这未必是那些知名店家一开始就过誉。创办粉专我要征服台南牛肉汤的牛肉汤达人张小军就认为，很多店家呢可能就是因为爆红导致餐点的水准下降。一来可能是因为大量的人潮让店家难以负荷，二来呢也可能是因为大量人潮拉长了这个店家的营业时间，间接的让温体牛的肉质下滑。所以他曾经制作排队喝牛肉汤台南人支持的贴纸，张贴在不少间牛肉汤排队店家旁边，提醒呢消费者不要有名店迷思，多去其他的知名度可能不高但品质也很不错的牛肉汤店。那除了鼓励不要一味追求牛肉汤名店之外呢，很多的台南网友也表示，台南的美食也不只有牛肉汤，呼吁大家多去吃吃看其他更传统的台南美食。那么台南其他流传更久的传统美食又有哪些呢？在古都台南有不少流传了好几百年的传统美食，而这些菜肴的背后也反映出了台南不同年代的历史背景。像是荷兰统治时期，就有不少新食材被引进台湾，进而形塑出了不少的传统美食。比如说番茄最初就是由荷兰人来引进台湾的。那据说当时台湾人不太习惯番茄的味道，就用去腥的这个姜末啊、蒜蓉搭配着一起吃，就一吃味道还不错，甚至呢，直到现在台南还有不少的水果摊都吃得到这样子的组合。而根据农业部的资料，虱目鱼的养殖技术呢，可能也是在荷治时期从印尼华人那边引进的。那如今台南呢也因为虱目鱼养殖业盛行，被誉为是虱目鱼故乡，而虱目鱼粥呢更是经典的台南早餐之一。至于被许多台南人誉为国宝级小吃的担仔面，则在清朝时期出现的。当时从福建移民到台南的渔夫洪玉头，为了在这个台风频繁、难以捕鱼的7到9月份，也就是渔民俗称的小月，也能够赚钱养家，就改良了原乡的面食做法，挑起扁担沿街卖面。而这段故事呢，也是杜小月担仔面一名流来。另外，像是蛙粿啊、米糕等等的台南传统小吃，则是呢平埔族原住民跟汉人移民之后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渐渐发展出来的特色食物。今天会做这集主要是因为有团队的成员呢老家就在台南，但印象当中小时候每次过年回台南，餐桌上面几乎都没有出现过牛肉汤，甚至是其他的牛肉料理。去外面吃饭呢，也不常看到牛肉汤店。所以看到近年的牛肉汤盛况，就觉得蛮好奇的想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内容讲的可能不是非常的完整，那也欢迎台南在地人或是台南牛肉汤达人呢帮我们留言补充哦。那话说回来，我们在查完一轮资料之后，觉得台南牛肉汤的热潮，除了有政府推动跟电视新闻报道，主要可能还是靠着社群网络的这个传播力量，才能够有这么大的话题声量。但是我们现在呢，很常会靠 FB 啊、IG 美食账号推荐去找好吃的餐厅，再加上现代人喜欢打卡 po 文，分享旅游的美食照，类似到此一游的意味。社群上面相互推播分享之下呢，自然而然就为店家创造了话题的热度。
不过或许是因为牛肉汤的历史比较短，再加上背后有人为呢去刻意的行销，所以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意见会觉得牛肉汤其实不足以代表台南传统小吃。但我们是觉得，虽然牛肉汤历史确实比较短哦，但是如果不要拘泥于传统这个词的话，牛肉汤也不失为一个台南的代表性小吃吧。像是珍珠奶茶呢，也是在80年代才出现，但应该也没有人会质疑它是足以代表台湾的饮料。那再换一个角度想，或许我们此刻呢，也在见证一个近代经典台南美食的诞生吧。在过了几十年后回过头看，说不定呢，那个时候的台南牛肉汤也能够跟其他历史悠久的台南美食一样，能够被称作是在地传统小吃了。好的，那在影片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去台南最想要吃哪一道在地美食呢？我喜欢牛肉汤现在的新鲜温体牛肉淋上爽口的高汤，实在是人间美味。B， 我想要吃虱目鱼之后，清新的这个鱼汤呢，再加上香菜跟油葱酥，无论是早晚呢，都想要来一碗。所以我喜欢吃蛙桂扎实的口感呢，搭配甜甜的酱油膏，来2碗都不是问题。D， 我超爱米哥可以吃到这个香 Q 的糯米呢，尬这个肉松还有肉燥，配上小黄瓜，清爽不油腻。E， 小孩子这个选择我全部都要。F，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南牛肉汤到底在红是什么。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南的食物为什么都很甜，以及市面上面的和牛都是真的吗？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